在土耳其的主场，俄乌外交官真是大打出手。大家好，我是吕哲。谁也没想到啊，代表各自国家形象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外交官，居然在一个正式的国际外交场合大打出手。是的，你没看错啊，不是俄乌士兵，也不是什么战场前线，而是在一个有着许多其他国家代表出席的正式场合，俄乌两国的外交官亲自动手，在所有人面前上演了一场街头运动。为什么会打起来呢？我们还原一下事情经过啊。前几天，第61次黑海经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在安卡拉召开，那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派代表参会了啊。那就在俄罗斯代表团代理团长基莫菲耶娃发言的时候，那么乌克兰代表团有人就突然走到了基莫菲耶娃身后，展开了两面旗子。不仅如此，这些乌克兰外交官还高喊着支持乌克兰的口号，同时对俄罗斯方面破口大骂啊。看现场的视频呢，有几个人其实是试图阻止乌克兰的外交官，但我们不知道是俄罗斯代表团的成员还是会场的工作人员啊。只是乌克兰那边人多势众，对此呢，基莫菲耶娃也只能是无奈的摇摇头，抱怨说乌克兰代表团试图进行暗中的破坏，试图打断发言，展开两面旗子，高喊着有侮辱性、挑衅的语言。其实说到这儿啊，还只是一些文戏的部分，接下来才是上演武戏的戏份了。可能是觉得这位俄罗斯代表团的这个女性代表团长好欺负啊。当他们在会场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的外交官们又开始故技重施，在基莫菲耶娃身后展开了乌克兰的国旗，一而再再而三。你说泥菩萨也有三分脾气，更何况是老毛子了。于是呢，俄罗斯代表团这个秘书基塔维茨基立刻上前扯下了那面乌克兰国旗，并立刻转身离开。基塔维茨基的反击让乌克兰外交官感觉丢了面子，于是呢他就追上前对基塔维茨基大打出手。也可怜了这位俄罗斯的外交官啊，头发花白，是上了年纪，根本就顶不住乌克兰壮汉出手，三拳两脚就败下阵来。尽管周围的人很快将两位拉开了，但是基塔维茨基依然是光荣负伤，躺进了医院。从这个结果来看，这次上演的这个街头斗殴显然是俄罗斯吃亏了，但实际上却是乌克兰大输特输。你想，代表一国形象的外交官在一个正式的国际场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代表各种挑衅，甚至是拳打脚踢，受辱的只会是其自身的国家形象。尤其是在这次出手揍人的还是一位乌克兰的议员啊。一个正式的外交场合是提供给各个国家进行沟通解决问题的严肃平台，而不是打架斗殴的场合。这也是外交官之所以存在的重要意义。乌克兰外交官们这次的行为不仅令人大跌眼镜，更会被其他国家列入到野蛮无法沟通的名单之上。另外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乌克兰的这样一个举动啊，会让许多处于中立的国家对乌克兰产生厌恶感。就比如说土耳其，这次会议是在安卡拉举行的，是土耳其的主场，然而乌克兰完全不管不顾，一言不合就开干。那这是把土耳其置于何地呢？在斗殴事件发生之后，土耳其议会的议长当即宣布驱逐乌克兰的外交官。很显然，在土耳其的心里，俄乌这个天平已经出现了倾斜。当然啊，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乌克兰此举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意味着俄乌矛盾不仅不能削减，反而在不断的加深。这也是为我们劝和促谈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一些困扰。和平之路看来道阻且长，希望乌克兰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吧。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